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，然后我现在不上班了，自由职业。最后一份工作赶上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变动期，变得太快了，2个月换了6次方向。开会的特别认真，根本不敢走神，对吧？一直走神，哎，换方向了，感觉老板脑子就不清楚。水多了加活，活多了加活。我说你别光和面了，你也画点饼吧。变得太快，变化赶不上变化，受不了辞职了。但自由职业久了它也不好，它是2种工作状态。但我感觉我这个人骨子里更擅长上班，因为上班不一定需要真有产出。自由职业真得工作的，上班做不好你可以怪全世界，领导不行，甲方不懂，同事脑子不好，行业要完了。自由职业做不好你怪谁啊？咖啡不行，外卖不好，电脑脑子不好，行业要完了，怪不了任何人。不上班的咖啡也不好喝，咖啡就得配糟心事儿。配一场百无聊赖的会议，清爽；配一场扎扎实实的背锅，厚重。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加班的深夜，盯着公司的使命、愿景、价值观，苦。有个逻辑叫咖啡不耐受，我不太相信。咖啡不耐受，我认为就是老板给你上的强度不够。咖啡不耐受逻辑是喝完咖啡肠道蠕动会加速，会上厕所。所以喝5分钟咖啡，半小时厕所，这不是咖啡给你的福报吗？5分钟咖啡，半小时带薪年假，眼睛一闭倒3亚。自由职业的工作不是很多，但是反而会很空虚，很没安全感，所以我在我家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工位。每天早晨穿戴整齐，坐在工位面前，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工作，发现没工作。我自己给自己写文档，然后艾特我自己，给自己定了 KPI， 还给自己写周报。我专门下载了个钉钉，一个好友都没有，就那么挂着，挂1天。上个月记了3次忘打卡。我跟我怪自己，我说大老王下个月可不能这样了，差点把自己优化了。我很感谢刚才这一位朋友鼓掌，这就是喜剧的意义。好难啊！现在我这不上班我才发现的，我其实挺喜欢被 PUA 的，很充实。这生活中很少的机会能遇到那种一个貌似身价1000万的人，愿意想尽办法骗一个住在隔断人的机会。以前总觉得老板控制我，现在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。他怎么不跟别人说这些呢？他肯定是为我好啊。穷，我还年轻，累，应该的，痛是因为我在成长。自由职业完全不行，你只能自己 PUA 自己，你不能又当驴又当胡萝卜。某种意义上，现在也算创业是吧？又当老板又当员工，老板每天给员工安排工作，说大老王今天写的段子要求不高，大概达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影响力就够了。员工起床，我吗？最近3个月在准备节目好了很多，没有那么焦虑了，因为每天你会跟导演组对接，感觉真上班了。然后，但是最触动的还是3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说，大老王，我们想做一档喜剧节目，想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喜剧综艺，就差你了。我说哦，就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，然后我是个北漂，然后今年还在找房，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，因为我已经31岁了，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。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，那种南北通透、地铁上盖、园林景观、顶级物业的好主卧，预算3500。
我把我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，点击确认，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。真的很难找，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，跟我说是个套房，进去一层套一层，一层套一层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……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。20平的房子，跟我说能住3个人，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。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？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？理解不了，真的，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，从早看到晚。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。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，精神会不太正常。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，北京东南2环，广渠门，看了个280平的别墅。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？东西朝向的别墅，卖6000多万，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。房东的钱来路不正，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？我租房3500，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。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，我妈来北京，我妈看，我妈说：“儿子，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，故宫、颐和园、长城，妈妈都去过。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，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。”第一站。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，下来看了个隔断，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。我妈说：“儿子，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，连窗户都没有吗？实在不行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。”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，我妈说：“儿子，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。”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我妈待的那周，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，我去看房，白天看房，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，白天晚上。第6天的时候，我妈崩溃了。我妈说：“儿子，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。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，怎么躺着就焦虑呀？”你也早点回来，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。你想，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，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。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，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。180平房子太大了，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。180平房子太大了，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？太大了。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，衣帽间，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衣柜不够你睡吗？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，他有个智能马桶、感应马桶，去了不会上，我去了就不冲水，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，边打边懊恼。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，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。我在北京做互联网的，不会冲水，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，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？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，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。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，我妈很兴奋，妈说：“儿子可以回老家吧，你看老家什么都有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，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，离不开这些连锁店，离不开兴什么课，卖什么劳，优什么酷。”我妈说：“啊，这些老家都有。”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。还是不太一样，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，大家真的在喝咖啡。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，大家真的在聊，说这个兴什么课的奶呀，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。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，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。我说妈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市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，要研究生学历的。
你儿子今年31岁了，英语4级还没过呢。而且你想想，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，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，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叫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》。第2份工作，脱口秀演员，脱口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，都没门槛的。是我不想回老家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的人只配去北京？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。聊大老王。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，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。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，对吧？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反义词，很矛盾，自由和职业。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、小长假、神仙工作、小北冠军。我们这个工作呢，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，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，主要是等梗出现。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，春种秋收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春天种下种子，秋天收获果实，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。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。但我这个状态，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，一天啥也不干，主要是改行间距。修改字号，调整文档顺序，就是我的一天。我的一天呢，就是啥也不干，啥也不干呢，就是我的一天。这就是我的一天。我的一天，这就是。这是谁的一天呀？我的一天。干嘛呀？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，写了1个礼拜呢，这几句。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对吧？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，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力就越集中。一认真工作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，门框翘了，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？自由职业1个学会没缝了。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，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，非常的健康。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？我该不会是自律吧？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，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，但我不死。焦虑，我看不了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，什么25岁重启人生，一切都不算晚；26岁重启人生，一切都不算晚；27岁重启人生，一切都不算晚。我一年一年的搜，你知道吗？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，一切不算，我真崩溃了。我说70岁还不晚吗？大爷啊，一点积累都没有吗？70岁重启，那不重生了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，就是去旅游的。重启人生去丽江，重启人生去昆明，重启人生去大理，就去云南重启。啊，云南网不好，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。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，再往南就不重启，那就关机了。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，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。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，第1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，然后太累了，整整6天，捏了20多个盘子，真太累了。996的捏泥巴，自费干日结来了。
每天起床就干，倒头就睡。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？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。我们班有一位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，太帅了有点儿。裸辞来学词，丢了饭碗来做饭碗，每天都吃不上饭了，还在那儿忙活呢，空腹有氧。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。This is China。做盘子很难啊，因为盘子很难做大。第一堂课学拉贝克，你知道，最后累得手都抖了，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，很懊恼，你知道吗？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。学了一下午，泥还是泥，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，觉得自己很蠢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不会写段子，现在不会捏盘子，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啊，我真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能？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？我真蠢，我是怎么想的？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呢？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。女娲捏泥巴造人，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，一焦虑就做自己。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，上班就能玩泥巴，真是一份神仙工作。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，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，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。女娲很无辜，女娲纯背锅。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？招谁惹谁了？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？说，哎，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，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？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？这是谁的天？女娲补的天。这是谁的天？这是我的一天。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，景德镇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。我最近忙，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。为什么卖呢？因为是我买的，我有商品的支配权。什么是走步机？就是一个运动器械，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。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，走步机最高配速6，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，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。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，只能看起来很欢快。很冷门的一个产品，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，只见过一个人用过，就是春晚上的黄渤。80平米的小窝，还有温柔的好老婆。这就是我现在的风格。观众说我吃了毒蘑菇。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，朋友们。我不喜欢工作，我也不喜欢运动，所以它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吗？效率很高。工作时间用来运动，运动时间用来工作，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，一天就变成2天，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。所以我今年32，其实我已经64了，还有1年退休。不，其实是半年。抱歉，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。边工作边运动，你们不兴奋吗？啊，那边工作边运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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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工作边运动，边工作边运动呢？这走步机的6种配速，然后。
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快跑，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，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我能力跟不上，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，定完计划就困了，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。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？这不是一个土懂的 list 吗？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。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，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。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，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吃了吗 ？check 我进度。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，这个不是我负责的。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，比如自律博主那种，睡够8小时一天，工作8小时，阅读4小时，然后冥想2小时。我说啊，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？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，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。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，瑜伽、阅读、冥想、榨蔬菜汁儿，然后上课迟到了。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？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，你知道吗？但一想，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，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。性难愿一生吃素，只为能完成土度。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，去雍和宫求签，神仙也会很疑惑，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？土度，哦 ，not to do。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？我说我疯了，你不相信我？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，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。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，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。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，你知道吗？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。有人跟我说这是信息茧房，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，那可是真丝的。但是会想，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，我就在想，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，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？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，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？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。所以这个世界谁懂？某音懂。你都不懂你自己，某音懂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，某音早不猜你，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。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，真的。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，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，我在利用它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哦，原来我是这种人。一个肮脏、龌龊、下流、好吃、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老王。哎，大家好。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，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，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。线上也太长尾了，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。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，给我发私信，说大老王，你是最棒的。我说不是，付航是最棒的，我是第32棒啊。你没有朋友吗？没人给你剧透吗？小某书不猜你喜欢吗？
你买咖啡送富航贴纸的时候，你不好奇吗？啊？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？还有追着骂的，你知道吗？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，找个班上吧。什么逻辑，家人们？什么逻辑啊？脱口秀讲不好，工作就能干得好？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？我工作能力更差呢，我干不了那个，才干的这个呀。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，早高峰都干不明白，早高峰有点太累了。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，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？而且早高峰没人开心，对吧？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。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？你就应该叫早低谷。早高峰没人开心，但换句话说哈，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，你不害怕吗？整个地铁人，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在那当啷当当当当。找这些。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公司，老板不在，一顿乱炸，基层互炸。老板来了，懵了，人呢？哦，优化完成了。我不理解早高峰，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，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，对吧？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。你看啊，人到了公司，没打卡，不算到，对吧？人没到公司，打卡了，算到。怎么定义存在？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。人就是活几个瞬间。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，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。不打卡就更神奇了，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，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，太妙了。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。我说，哎呦，老板你可真好，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，把下班取消了。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。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，但是9点打车报销。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，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：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，自己花钱，司机秒接单；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，就排队1小时，但是免费。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，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，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？这是我每天遇到的最具体的快车难题。就这种情况，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。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，天天给我炫耀字节，天天挂嘴边字节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，就是房补，就是租房补贴，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，1个月给1500，很好。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，我公司有房补。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，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？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？主要是你爱公司，对吧？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，对吧？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，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。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，你是资源，风力资源、水利资源、人力资源。我那朋友还挺开心，说资源那不挺好呢？我是资源。我说好，你是煤，你是矿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行了吧？啊？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。我前两天看新闻，毛泽东说要给外卖员交五险一金，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。我说真的吗？啊？要给员工交五险一金，那不是合法企业吗？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。哎呦，我们老板超好，都不违法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五险一金的日子里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，对吧？担惊受怕，一天到家以后啊，吓死我了，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。朋友们，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，你能理解吧？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好吧？是。别听进去的，明天上班就疯了啊！大家不要上。
别整好吧，不要。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，我可以说这些。我在公司的话，能晚到半小时，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，我是一定的。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，我是必须到手的。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。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，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，就是在你加班到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，就是在你加班，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，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。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。哇，又录到深夜了啊！你们困吗？一看就经常熬夜。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，我懂你们。嘉宾熬夜有通告费，选手熬夜为了比赛，那只有你们熬夜，那是真热爱啊！我自己就经常熬夜，因为又要当演员，又要经营俱乐部，这特别忙。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会想起《灰姑娘》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。嘿，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。你这放到现实，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，然后改行送外卖。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，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，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可以稍微放松一下，就会玩到3、4点。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，但是不开心；熬夜很开心，但是不健康，很矛盾。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，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？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。每天熬到3、4点，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。有时候2点困了，我都劝自己，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？再坚持一下。床头柜刻一个碗字。累，但是舍不得睡。即使很困，也坚持醒着休息。每天都休息得很累。休息的我好想休息，打个游戏，想着赢一把就睡。凌晨4点玩吃鸡，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，也太激烈了，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。还没吃上鸡，鸡都开始打鸣了。看个电视剧吧，这一集不够精彩，不过瘾，得再看1集。这一集很精彩，等不了了，更得再看1集。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？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《长安荔枝》，终于上床了。短视频又来找我了。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，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、3次，我才会睡。我都不是睡过去的，我是晕过去的。刷到美伊谈判。特朗普不同意，但是我点头了。就是狠不下心睡觉，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，开始明天的痛苦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，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，想想都焦虑，很影响熬夜的体验。后来想通了，不焦虑了。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，明天还要好多活，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，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？明天早上8点飞机，管他呢，又不是我赶。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，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。老人嘛，就是觉少。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。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，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。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。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，那没有尽头。还买什么走步机？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。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，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，
没有 gap year， 只能 gap 一夜。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、自我和超我，我现在把我分成昨我、今我和明我。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，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，明天的我说人呐、还是要靠后天努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。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，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，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前天我又发了一条，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？佳佳您回复，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。确实比赛比不明白，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年过年，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。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，双开门牙。我就发现，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，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，增加了很多幽默感，变得十分滑稽。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，更像是个父亲。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，到老嘴巴漏风了，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。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。别人抽烟都是散客，他就属于卡座。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，大家不感兴趣。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。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，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。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，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。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，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。我爸，你骗谁呢？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做数据。你这哪是测血糖啊？你纯测胰岛素呢。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，他也没吃啥好东西，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，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。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，跟县太爷似的，升堂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，他不仅自己吃，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。我特别生气，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，对吧？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，别给狗也整出病来。我爸说：“哎，别乱讲，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，不是吃出来的。而且人的病，狗怎么会得呢？”今年2月，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，给我气坏了。我爸，你得选一个吧，要么是你喂出来的，要么是你遗传的。哎，你考虑到遗传，很绝望，我以后肯定也会得。过几年别人问我爸，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？我爸说，我和犬子。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现在没有糖尿病。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，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，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，但我没有糖尿病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。这玩意儿你别说，真神奇，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。我有点害怕体检，我很久没去体检了。我上次去体检，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。
但就导致这个问题在于，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。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，他们就劝我去体检。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跟我玩反弹。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，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，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，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。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，怎么办？家里挂面谁吃啊？狗都不能吃啊。